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的影片主题是帕瓦锤的火飞，让我们开始吧。今天的影片由无尾熊提供。第一场我方是进攻方，那影片录制的时候是上个礼拜的结算前周末，所以还是属性周的关系。那今天投稿玩家他的属性圈是在第2跟第5圈，很适合飞翔角色的圈数。毕竟在第5圈的话，火飞在塔前就会吃到增益。那我印象中火圈的增益是提高火属性的角色的攻击力。那今天配的装备是帕瓦锤，帕瓦锤是一个攻击力、减产跟血杀的效果组合。那整体来说，它就是可以一样跟前几天水飞影片一样，用普攻让自己的血量变得更多。那这样子，第一个是可以抵抗暴风雪，然后第二个是有机会可以在有对空的环境下撑比较久一些。那这一场对手是没有对空角色，所以火飞这一场会怕的东西只有暴风雪。不过超进化的火飞它本身的能力就有一个抵抗暴风雪，是它的触发几率高到80%，所以基本上这个是可以稳稳的偷塔了。再来看到第二场对战，对手就有骑士沙利这个对空角色。那可以来看一下火飞这场的生存状况。那可以看到现在对面的战线大概是半场，我方的火飞走过去到面对骑士沙利前，大概可以普攻3次到4次，也就是说可以提高自身体力约3倍到4倍。不过这一场其实我方陆军也压得蛮快的，所以好像对手的对空也没办法做太多事情，毕竟可能连对空的存活率都有点问题了。那第二场很快就拿下胜利。那再来看到今天的最后一场对战，对手的对空相当的强势，是一只180等的减重馒头人。那火飞在这期间大概也先踢了2-3下的攻击，所以他体力也大概提升约2倍到3倍左右。那这时候我方的陆军算是有压制到，所以对手的胖胖其实是被克制到，有点被牵制，没办法持续一直对我方造成伤害。所以可以看到我方的火飞现在存活率是还不错的，已经有3只堆在对手门前了。那目前我方的陆军其实压制的也很顺利，可以看到用汽水兔跟部长一直在把对手的角色一直往后打。那目前火飞已经跌到第4只或者是第5甚至第5只了，看起来是相当的顺利，感觉应该是可以赢下这场对战。那对手刚刚使用大雷雨，我方被卷回家，所以这时候我方的大雷雨也可以开下去直接反推。那有萤石的关系，所以我方的角色也是马上用加速在对手门前压制。但这时候对手的打后排角色直接把我方的后排全灭了，那所以看起来这场陆军是已经没有胜算的感觉。但火飞目前的存活率还是蛮高的，讲完马上被胖胖全部踢光了，有点可惜的一场对战。你觉得火飞使用帕瓦的锤子是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呢？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。